大家晚上好，看看都说了些什么。最近忙着看湖人队打球啊，老范的节目看少了，这怎么可以呢？对吧？咱们的节目还是要认真看的呀。老范不用这么拼，过节多陪陪老婆孩子吧。对，哦，今天是元宵节，大家元宵节快乐啊！小板凳坐等啊，马上就来。晚上好啊，元宵节快乐！对，中午已经吃过元宵了。中午呢，去接上老妈，然后去，梅州东坡酒家啊，然后反正你点任何菜都是每人送2个，哎，不是送的，我们还是花钱买了2个元宵啊。大家也都元宵节快乐。其实说是元宵节，其实现在吃的都是汤圆儿啊，已经很少有人去吃元宵了。元宵这个东西是北方人吃的，虽然口感很甜啊，而且很硬，但是反正现在我们作为北方人也不怎么吃的东西了，我们都是在吃南方的汤圆儿，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变化吧。好，那么然后我的稿子呢？对。30个人了，好，那我们来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SB OpenAI Japan 这里头有人说了，说能不能讲一下微软的 NPU 上运行 DeepSeek R1模型的事情，不是太明白。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知道各种什么 PU、CPU、GPU、NPU、DPU 什么这些东西吧？微软的 NPU 呢是微软自己设计的，它呢其实是一种 FPGA，就是叫可编程门控制器，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设备。不叫设备吧，也是一种集成电路。然后呢，它在这个里边主要 N 呢是叫做 Neural，它就是这个神经啊，叫神经处理单元。然后微软设计了这样的这个芯片出来以后呢，这个芯片应该是有一个叫X 叫 Synix 吧，大概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这个公司帮他去做的。因为现在就是去做芯片这个事儿呢，都是需要底层 IP 啊，所以呢，它的这个 FPGA 的芯片是由 Synix 公司设计的。然后这个公司呢，应该是2022年被 AMD 收购了。对，所以微软后期再去扩展很多它的机房的话，AMD 有可能还是可以有一定收入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设备。然后这种设备出来以后呢，就是像这种FPGA，它等于是可编程嘛，就是它里头那个门控制器是可以去调整的。然后微软设计了这样的机器以后呢，设计了这样的芯片以后，就会去做各种各样的适配，比如说像 TensorFlow 啊、PyTorch 啊这些，我们叫推理模型的这种应该算它不是框架，它应该是这个底层的一些软件吧，它会去做适配，然后这些模型可以适配到这个它的这个 NPU 上去啊，它实际上是要做这件事儿，就任何人甭管是做，不应该叫 ASIC 啊，前面其实念错了，有人给我纠正叫 ASIC 啊，就是做了 ASIC 芯片，或者是做了这种像微软的 NPU 这样的东西出来以后呢，都会自己去做适配啊，就是最常见的几种推理模型的这种推理框架吧，他们自己会做适配，做完了以后的话。就是你只要是跟这些，比如说 PyTorch 啊、TensorFlow 啊，跟这些框架去兼容的，我就可以在这个我的设备上跑起来了。那么 DeepSeek 呢，本身在这些框架上就可以跑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DeepSeek 本身应该是做了一些优化，就部署优化是做了的，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在它这边啊，在DeepSeek 自己的公司里面。直接去运行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啊，大概也就是如此了。但是微软呢，包括前面我们讲过的，像比如说华为的这个升腾910，对吧？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它都会去做适配啊，只要适配了这些基础的推理框架，就可以去跑 DeepSeek，可以去跑跟这些基础推理框架相兼容的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可以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然后是 DeepSeek 在英伟达的版本
因为没有审核，那小语种问一些他是谁，就会回答你他是GPT-4，而且说 DeepSeek 是开源的，但是有几个人能说出它是某个参数是多少？这个呢，我觉得就有点这个什么了啊，挺有意思啊。然后不过是媒体矩阵的宣传罢了，还是传统拉踩式的宣传。最大的特点是 ChatGPT 有大量的插件，这个提供各种专业方向的应用啊，这些夸 DeepSeek 只字不提。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就是怎么说呢 ？DeepSeek 肯定有一些小语种使用了 ChatGPT 的语料，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咱们从一开始就承认了。然后呢，这个你去问 Gemini 用中文问他说你是谁，他告诉你他是百度文心一言啊。这个 GPT 有时候也会干这种事情，因为现在的语料都是被污染的，就是你让他去输出的时候，或者让他那个搜集语料去做训练的时候，你没法去避免说这个使用了 GPT 的语料，使用了文心一言的语料，或者使用谁的语料，你这事儿都避免不了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呢，就是DeepSeek 所谓开源啊，人现在大家都是叫开源的模型权重，不是问你这个参数是多少，对吧？你自己你搞得没有办法说这种垃圾话，对吧？现在人家可以部署，可以用，对吧？这就没毛病。而且呢，他把论文也都公开了，就是说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式再去训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这是真正的开源啊，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不懂的话，就不要在这瞎说。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大量插件呢，这个是这样啊，就是 GPT 的这些插件其实算是有点失败的策略吧，就是 GPTs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惦记 GPTs 吗？好像没人惦记了是吧？原来还是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成为应用市场，有可能会让 GPT 成为操作系统。这个其实在 GPTs 出来那一天，我就做过节目去讲，我说这个走不通的这条路，对吧？那么现在过了应该有1年多了吧，就 GPTs 推出到现在一年多，我觉得我说的话基本上是应验了啊，就是 GPTs 这条路是没有走通的。那么这个 DeepSeek 到底是在哪块借用了 GPT 的东西了呢？不是没有啊，不光是那些这个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这个大模型，他们使用的 API 的这个格式都叫 ChatGPT 兼容格式。对，就是你调用 ChatGPT 的这个代码啊，去调用 DeepSeek 都是可以调出来的。当然呢，不光是这个 DeepSeek 是这样啊，就是现在都是这样的。虽然可能有些，你比如说像 Gemini 啊，像这个文心一言啊，它有自己的 API 的这个接口，但是呢，也都给你提供了兼容接口。然后像其他的，比如说像零一万物啊、DeepSeek 呀，还有像这个 Kimi 啊这些，它说我就不费劲了，我就直接给你提供一个兼容 ChatGPT 的这个接口就完了，我何必再去费了半天劲去设计这个新的这个接口啊，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就是文心一言是有自己接口的，然后那个通义千问也有 DeepSeek，我印象里它就是直接用兼容接口就完事儿了。老范，元宵节快乐！听了你的节目，英伟达大跌加仓，又赚了不少。为了美股赚钱，大家多听老范。你都赚了钱了，那买个会员呗。这个开个玩笑啊，有钱就买，没有钱就算了。这个2分钟怎么已经开始听不懂了？不会的，咱们讲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通俗易懂的东西啊，太复杂的东西我也不懂。这个咱不像是别的那些博主都说我自己啥都懂啊，这个咱就承认啊，有好多东西咱也不懂。晚上好啊，元宵节快乐。好，继续。上期读评的时候呢，有人问了啊，说在讨论 DeepSeek 的时候呢，大家容易陷入 OpenAI 的逻辑陷阱，就是假设 OpenAI 是正义的，它制定的条款也应当遵守。实际上，OpenAI 在训练 AI 时也是征留人类的知识，并未得到大家的同意。即使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公司的诉讼，如果我们跳出它的逻辑陷阱，那么 OpenAI 制定的不许征留 ChatGPT 的数据的条款就是霸王条款。这件事儿呢不能这么讲。
不，这个就跟很多现在中国人说，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啊，我们不认可啊，西方制定的各种规则，我们也不认可啊，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干的，这个都是先来后到啊，人家既然在法律的框架下制定了这样的规则，而且呢，也是在这个各国法律间是被认可的，因为这是一个协议嘛，你用了它的，而且就是你去开账户去用它的这个。OpenAI 的这些 API 的时候，或者用它的这个各种的工具的时候的话，其实呢，它都要求你去同意啊，你可以选择不同意嘛，既然你选择了同意了，那你就要去遵守这件事儿，你不能说今天我同意了，明天说你这是霸王条款就直接给你撕掉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因为后边咱们自己也有好多的这种协议是需要别人去遵守的，对吧？你不能说你这个不行，我那个行，这就是双标了啊，这个不能这么干。这个继续啊，这个谷歌被反垄断调查啊，这个有人说了，说如果按照35%的关税收，就未必低过征收成本，加的关税是在本来的关税基础上再加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对于美国出口本来就是免税的，所以再加25%，也就是25%。中国本来25%加10%就是35%啊。这个我看他这个评论底下还有人在问说，哥们儿你会数学吗？对吧？你数学是跟谁学的？这个里头呢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10%加25%，它不是直接加上的啊，这个是要乘上的，就是1.1乘1.25，这个是这么算出来的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会数学。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种关税的征收成本啊，就算是35%或者再多一些，其实也很难去应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的这个量实在太大，而且你甭管是多少钱的税，对吧？你还有一个基数啊，说我这商品啊$1，你收35%的税，也就是$35，对吧？那你够它干啥的？你不够的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肯定还是要再去调整啊，不是说完全不够吧，就是说看看怎么能够让它能够制定新的规则啊，制定新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应对方法吧，然后把这个成本算出来啊，这个还是要去做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呀？就是美国啊，这个一天的包裹量是100万啊，这个真的是堆不起啊，真的不可能说我停几天让你来堆啊，这事儿是不现实。继续啊，这个说谷歌在打压华为起到了帮凶作用，上蹿下轿，第一时间封禁了华为手机上的谷歌应用。前谷歌 CEO 更是不断向美国政府献毒计，公开反华。这样的垄断公司，中国不制裁，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这样的公司遭殃啊！这个怎么说呢？它作为一家美国公司，遵守美国的法律，我觉得算是应有之义吧。对吧？美国要求所有美国公司不可以去跟华为合作，那么，那你觉得他应该是人人义士，然后就顶住法律，然后公开违法去跟华为合作？这个我觉得脑子得有什么样的坑的人才会想出这种事情来。至于谷歌的前 CEO 呢，确实是在不断的向美国政府献计各种反华，这个事儿是真的啊，是那个。叫什么 Eric Schmidt， 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吧。这个人我应该没见过，因为他来中国的时候那一次，他本来邀请我们公司去吃饭，但是我级别不够，没轮上桌啊。他是以前我们猎豹移动的时候是谷歌大中华区最大的一个合作伙伴，对吧？这个所以他原来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会去见合作伙伴去吃饭的。然后呢，他个人反华那就是他的事儿呗。而且那也是前 CEO 了，对吧？他原来在 CEO 的位置上，还是跟中国好好做生意的。我觉得每一个公司的这种 CEO 或者退休了以后，他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而且呢，我觉得他也不算反华啊，他可能反的是政府啊，这不一定是反的是华人。所以呢，华这个事儿呢，不要随便乱讲。继续啊，然后有人说了，说谷歌被反垄断调查，那鸿蒙是不是就可以一统江湖了？想多了啊，这是不可能的。荣耀都不会用鸿蒙的，更别说小米、OPPO、vivo 了，必然还是安卓的天下。
啊，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些手机还要出口，你出口了以后，你还是要装谷歌，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去做2次适配呢？比如说我适配了1次鸿蒙，那等于你安卓这个适配你就没有做，对吧？然后你再拿出去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东西搞不定了，没有办法在海外去卖了，这个对于这些手机厂商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继续啊，真希望上海、北京办公室别关门，他们食堂比美国好吃太多了。美国这边天天吃墨西哥大妈做的照烧鸡肉，这个草药鸡肉、咖喱鸡肉，鸡肉做的是又咸又柴。再看看上海食堂今天的菜单：人参炖鸡汤、豆豉蒸鸦片鱼、葱爆猪颈肉、苏子叶紫鸡煲、麦片虾、夫妻肺片、桂花糖藕。哎呀，我行了，不能再往后念了啊！这个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回国去国内的食堂吃饭，好吃又干净啊！食堂可以看到整个浦东的夜景，风景也好。哎，这个谷歌上海食堂的饭我没吃过，谷歌北京食堂的饭呢，原来确实是非常好，就是原来谷歌自己有办公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后来呢，谷歌是搬到那个融科里去了。搬到融科以后呢，他们现在用的是那个整个融科大厦的食堂，这块呢就要差很多了。这个我还是去吃过几次的啊，就是谷歌原来北京在那个应该是华业旁边吧，就是清华东门旁边那个办公室的饭，那是真好吃。就是你只要去的时候就跟他去，比如找这个谷歌的员工啊，跟他打个招呼，你就可以进去吃。这块就是谷歌在这块还是挺舍得花钱的。至于谷歌美国的这个餐厅的话，真的是不敢恭维啊。我觉得应该是早几年去还能凑合，就是它里头还有好多食堂，然后还在那排队。然后我最后一次去就是 Mountain View，大概是2016年还是2017年最后一次去，那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吃的东西，对吧？就你说的这是什么照烧鸡、草药鸡，我压根都没见着。对吧？就是反正一堆根本就搞不出名字，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的，这个垃圾食品，然后让你去吃。反正我觉得谷歌美国食堂已经彻底的这个放弃了，就没法整啊。这个美国，反正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好的食堂是这个 LinkedIn 的食堂啊，那个是真好吃。然后这个Facebook 里头呢，你也得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苹果总部我是进去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赶上过在他们食堂吃东西，这个挺遗憾的。但是也可能像我们就可能吃不了，因为苹果可能人家保密啊，这个事儿搞不定。这个反正谷歌是国内的食堂，确实是天下一绝啊，就绝对是很好的。这个简直是改吃播了啊！这个看这个口气，应该是一位谷歌员工给我们写的。还是感谢这位谷歌员工啊，向我们来去分享谷歌食堂的快乐啊！就如果谁啊有谷歌里头的朋友啊，认识他们的员工啊，想去他们食堂蹭顿饭什么的，就找他们，对吧？包括有时候你去跟谷歌的人开会，都是说，哎，我今儿找你聊个事儿去啊，他说来吧来吧，然后在我们这儿那个食堂吃个饭，对吧？对于他们来说也很简单。好，继续啊，这个给包裹收税其实没那么麻烦。我们澳大利亚10多年前也是对小额啊150刀以内的进口包裹免税，但是最近几年是普遍征收关税了。我现在上 AliExpress 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加10%的关税，用 Tmall 也一样。用这个淘宝集运收货地址选澳大利亚的话，也会加上关税。这套加收关税的系统。各大电商平台都是现成的，货物就按照交易价格正规这个报关税啊，非常丝滑。是这样的，就是当大家愿意配合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可以搞定的。就是国内就直接加10%，然后你到那边啊收10%关税进去就完了，它等于是这个包裹集运的这个公司直接给你收了就没问题。像现在就是收关税这个事儿呢，核心的问题是检测啊。就是你比如澳大利亚，你确实是大家加了10%进来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样？比如说低报啊，我有一个商品应该是值这个1000块钱啊，那么我比如说按照100块钱把它买下来，剩下900块钱呢，我通过比如说微信、支付宝我给它付掉了
啊，那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只对100块钱收了10%，对吧？它有好多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海关要去检查的是这个，这个就比较麻烦啊，这个成本在这里啊。A 怎么看苹果在中国这个选的这个阿里？哎呀，这件事儿，其实我本来想思考一下再录一期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阿里的这个通义千问，其实在国内的模型里还算不错的啊，就是在 DeepSeek，2.5出来之前啊，它都应该算是比较强的一个模型。2.5出来以后的话，它就会差一些，但是 V3它就要差得更远。现在呢，据说是千问2.5 Max 这个版本呢，是在很多的指标上已经超过 V3了，但是从使用体验上来说还是要差一些的。然后在这个阿里这个公司，其实对于客户端软件的开发呢，肯定要比 DeepSeek 要强很多，但是比这个叫什么呢？比字节跳动实际上是要差的啊，就是比腾讯跟字节都要差。那么对于苹果来说呢，他们其实有2个需求，第一个呢是帮他们在国内合规啊，然后第二个需求呢是这个要有大量的人手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DeepSeek 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啊，DeepSeek 总共就那100来号人，你说我现在开始组建团队来为苹果服务这个事儿，肯定是搞不定的，就算你能组建出团队来，它这个服务质量也是不够的。对吧？那么从苹果的角度上说，它一定是会在国内的几个大模型中选一个啊，这个像 DeepSeek 啊，服务团队不够，这个服务团队够的。原来我其实希望它是选豆包，因为豆包是属于这个模型也还可以，豆包的模型其实比通义千问要稍微差一些啊，但是也还将就能使。这个通义千问，然后呢，这2个算是国内模型还不错的。但从这个服务能力和这个合规水平，或者说帮助他去做合规这件事情来说呢，豆包其实能力要比通义千问还要强一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就等着4月份这个手机升级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既然苹果已经选定了，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事情，对吧？而且现在是彻底官宣了嘛？因为我没有去看那个文章啊，好像是大家都在说，但是苹果的事情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到最后一天你不知道，对吧？咱是等4月份看。元宵节快乐啊！大家都元宵节快乐。雷军的小米食堂直播好看，哎，我还没看呢。给老范插起，挺英点赞，对，大家都点赞了没有啊？姐夫已经做了节目了，主要是阿里的整体服务强势的，但是其实字节的整体服务和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从整体服务来说，字节和腾讯都是不差的，啊，只是这个腾讯的模型我没试过啊，据说不怎么样。然后字节的豆包模型呢还可以，因为国内的几个大的手机厂商都是用的豆包啊，所以我原来想着是用豆包的可能性大一些。绝大多数俄罗斯商品馆现在都改叫中俄商品馆了，怎么看这个？哎，其实我觉得就应该彻底把他们关掉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应该对所有进行误导的这个客户进行理赔。我是做进出口的啊，这种分别报价的在大宗货物里头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大数据下，海关很懂的。另外，违法成本也非常高啊，这种行为一律以走私论处，判刑很高的啊。这个大宗确实是比较费劲，但是你这种一天100万个包裹这种事情，有多少人在里头玩这个，你真不好说，对吧？你说我今天想买50吨铝啊，然后你想走低报，这是扯淡了，不可能的啊！只有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比较少见的商品是可以玩这个事儿的。而且报关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报过关啊，90几年的时候干过，现在你像这都多少年了，没接触过这样的。像我们原来也是会报，但是我们原来不会做这个什么呢？就是税额低报是不会做的，但是你会去靠那个税乳。就是你把那个有些的税的这个，就是有些品类它那个税种高啊，有些品类的那个税低，然后想办法去靠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原来我们是干过的。
群魔乱舞蹭热度，大多数宣传接入 DeepSeek 的公司，实际情况是宣传某某公司已经接入 DeepSeek，实际上是开始用 API 了，且充值了5000块，宣传啊某某公司已经部署了 DeepSeek 模型，实际上看了 B 站教程，下载安装了一个一键包啊，这个怎么说呢？你不蹭一下也对不起他，对吧？大家还是要蹭起来。请教老范如何看待美股现在的高估值和 AI 泡沫这么大，还能进场吗？这个我们这里不是炒股的频道啊，所以呢，不对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股票进行推荐啊，也不做具体的这个投资建议。你去买了还是没去买，赚了赔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个人感觉阿里有阿里云可能稳定性更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字节自己的这个云其实也是很强的啊。中国投资教父薛蛮子老当益壮，金枪不倒，多人运动玩的挺嗨，怎么看？对这个人不熟悉啊，不认识他。海关编码税号这个最终解释权在海关开箱之后，就是他们说了算，没抽检的话没事儿。这个像以前像我们卖那个什么东西进来，就是买那个叫 Dropbox，Dropbox 当时呢，反正我印象里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叫做什么卡拉 OK 用 Dropbox 的话，大概是多少税，然后按计算机零配件的话是多少税，后来就是计算机零配件就直接变成0了，所以我们就都按那个去报，然后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回来，说你这个明明是叫 Dropbox，应该是这个娱乐用品，对吧？然后我们就再去给人解释，然后呢，通常也能解释得过去。所以我就是你像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到底怎么玩不知道了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Figure AI 和 Open AI 分道扬镳这一条啊，这个有人说了，说 Figure AI 要去用 DeepSeek 造社会主义外交官发言人机器人吗？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儿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视频里也讲了，它主要是去，比如说做语言啊，做什么这一块就已经很好用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它自己的一些模型其实也是可以用一些推理方式进行蒸馏去微调的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很多人都在担心 DeepSeek 的这个审核问题啊。这个我呢原来也是没空试，前2天试了一下，命令 DeepSeek 去写这个情色小说，基本上是百无禁忌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太担心 DeepSeek 的这种叫做什么审核呀，或者是什么政治正确呀，什么这些事情，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没事我就要逗一下 DeepSeek，说你到底谁好谁坏，谁怎么样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你真的自己想干点什么，你去干去就好了，对吧？而且呢，DeepSeek 呢，你不要用它官网的那个，你要去用这个，比如说 Together 上的呀，包括你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硅基流动上的呀，这个字节跳动的呀，就是像豆包就是火山引擎的这些。你用这些 DeepSeek， 就是拿这个671B 直接部署的这些 DeepSeek 去用的话，基本上是百无禁忌啊。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去试试啊，而且是各种的什么这个血腥、暴力、色情什么的，它都是完全不做任何抵抗就给你出啊，你也不需要什么越狱，什么都不需要啊。这个可能 Figure AI 上了 DeepSeek 之后还要想办法去给它加一些道德约束啊，否则这玩意儿没法使。继续啊，这个老范的大国制造又便宜又好的路径依赖已经根深蒂固了，等着围观老范订购的新电动车是否又便宜又好，这交货是不是有点慢啊？我的小米汽车我的小米汽车现在还有17周交货，这个没办法。第一便宜啊，肯定是便宜，这没什么好说的。20多万的车，然后这个车已经被日本人运到日本去拆过了，也被美国人运到美国去玩过了。比如说像福特的老板就买了一辆，然后在美国开的豪爽，对吧？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个车好不好呢？我觉得至少跟现在国内的这些车比起来还是不错的吧。
对吧？也就如此了。之所以交货这么慢呢，就是大家实在是太爱这个车了，都在那排队买嘛。那这个怎么办呢？对吧？而且这个中国制造又便宜又好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至少目前为止它还是正确的吧。等到哪天说证明这事儿不正确了，然后我再坚持依赖这个路径的话，才叫路径依赖啊。现在还是没什么毛病的。DeepSeek 加比亚迪能打过特斯拉 FSD 吗？这个有点难啊，因为 FSD 它不是这种语言模型，对吧？它是直接端到端的这种自动驾驶模型，这个不是说你加个 DeepSeek 就可以直接搞定的，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投入的啊。欢迎新会员加入，发小扳手。比亚迪算掀桌子了吗？这个我没有去看它相关的报道啊，因为我对比亚迪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感冒。但是比亚迪呢，它掀了一个桌子，什么呢？就是原来你必须20万或者30万以上的车才可以智驾，对吧？这个20万以下的车去做智驾呢，这个原来约定俗成是不做的。现在比亚迪说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去做智驾，那这个对于像这个谁呢，比如华为啊这样的公司来说，就有点头大了啊。小米是真的保值，开了半年还能原价卖出去。哎呀，这个我是没打算卖啊，我是准备这个车来了以后就好好开的。老范体制内由于不能连接互联网，想在本地部署 DeepSeek 671B，用升腾910可以吗？这个应该是可以，但是呢，你要去问这个谁呢？你要去问这个华为的工程师啊，华为会给你部署上去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升腾910B 这种东西，或者升腾910C 这种东西，除了华为，谁手里也没有啊。他们是肯定能给你布上的，这个没有问题。1.5倍追一下啊，欢迎。感觉比亚迪也是冲着无人出租车去的，这个还要看吧。其实我觉得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说的有一句话是我很感动的啊，就是他在最后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财报会上讲的一个话，他说我们每个人的汽车其实使用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对吧？你的一个汽车可能一周啊，你像我的车可能一周开不了几个小时。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大家买了车以后应该让这个车动起来，对吧？如果这个车每周可以用到10个小时，啊，那么这个就会这个什么呢？整个车的价值就回来了，对吧？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见解的一种说法吧。比亚迪那个智驾批准上路了吗？应该还没有吧。刚刚测试硅基流动的 DeepSeek 问天安门这个这个事情，你问他这玩意儿干嘛呀？你去问点别的呀，对吧？就是而且你真的希望他告诉你这件事儿吗？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要指望这个叫什么呢？大模型可以干什么啊？或者它有什么样的判断？大模型是没有任何判断的，也没有是非能力。对吧？其他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人工设置上去的，所以你真的让他干点别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硅基流动上这个，你让他给你写个黄色小说，你看他写不写？对吧？效果好着呢。然后关于很多这样的事情，你别说问这个 DeepSeek 了，你去问 ChatGPT，你看他给你回答什么，对吧？他也是这么回答的。所以这些事儿真的你要去比较一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去限制了。
为什么最近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跌？恨马斯克的人实在太多了呀，对吧？这个马斯克这个动了太多人的奶酪了，那么他就很多人说，那我做空你吧，对吧？让你看看是不是可以围魏救赵一下啊，把这个你的后台给你拆了，然后你是不是就回去这个好好去救场去了，就没有空在这儿整这个美国效率部的事情了啊？这个也许是有一些这样的原因在里头，他肯定是动了太多人蛋糕了。BBC 被马斯克砍掉经费后开始说人话了，毫不吝啬的溢美之词，正面报道中国的制度优越和科技创新。这个我还没看 BBC 说了什么啊，这个不知道。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媒体呢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论调吧，你不要老去这个，就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说谁给钱就朝谁说，这个事儿总还是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嘛。耶，对吧？那么看看啊，反正别整成1984那样就行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咱们继续试了本地部署的解禁版 DS14B，但是写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就要用那个671B 的啊，不要本地部署这东西。14B 实际上底下是通义千问，那个东西还是挺有这个什么的啊，还是挺有道德感的。这个来了点赞啊，大家欢迎点赞。而且要注意啊，就是这些模型呢，你上来就问他一句话，他经常是能够识别出你的这个意图的。你跟他聊一会儿，然后再去讲你要干什么的话，他就慢慢的就上钩了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很多人说，哎，我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写个色情小说，那这事儿肯定人家不理你，对吧？你先铺垫2章，然后再去写。好，我们继续啊，李飞飞，这个 SEK $50复现 DeepSeek 这条，有人说了，说虽然华裔科学家发表了很多 AI 论文啊，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是要知道，几乎属于顶尖科学家，哪个不是在美国留学的？对呀，就是这样的呀，这个大家都到美国去留学啊。那你不让这个中国人去，那中国人就在家里头憋 DeepSeek 这种东西出来，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有人说了，这个模型没啥价值，只是探索如何降低成本，用什么类型的问题训练最有效。但这个所谓的有效，只是应付检测指标有效，实际智能堪忧啊。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2件事。第一个呢是。李飞飞做的这个模型啊，任何人都不要说，哎，我要去试一下这模型怎么样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人家是科学家，对吧？科学家只负责一件事儿，就是我给你把东西做出来了啊，这个把方法论证了。科学家做出来的东西是不进行工程方面的这种优化的，所以呢，千万就别惦记说我要用它这个模型啊，它就是给你去论证一下方法。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什么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测试方法，有非常多的这种测试指标啊。但是呢，你通过了任何的测试方法以后啊，哪怕它在所有的测试指标上啊都遥遥领先，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啊这个模型你喜欢用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就像是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啊，这个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是呢，你就不愿意跟他聊天，你就不愿意跟他去共事，这个是很正常的。现在大模型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很像，对吧？
我们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去测试一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去测试一个模型，所以呢，它能够在一些测试上领先，这个事儿也就够了，你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就训练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模型出来，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喜欢。第一个，每个人都喜欢的模型是不存在的，就像每个人都喜欢的人是不存在的是一样，对吧？我记得讲的是谁？郭麒麟啊，这个郭德纲的儿子，没上过学，对吧？然后也没有任何科班的这种培训，但是你看出来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哎呀，这个小伙子有礼貌啊，会说话，人也够机灵，对吧？这挺好的一个事儿。没有受过什么职业的什么中戏啊这种训练，你去演个什么电视剧啊，演个什么东西，大家看着也挺开心的，这不就可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做什么评测标准而已。安安来也，好吧？请问最近前风雪的 Web3什么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啊，这个事儿是真不知道。再往后啊，USPS 暂停接收中国的包裹12小时这条，有人说了，说讲个故事吧。2018年，小孩的奶奶从美国寄了一件小裙子到中国给我们，没有剪掉标签就寄过来了。婴儿的小裙子价值15美元，到中国被拦下，海关收了我70人民币，才让裙子通关啊。这个事儿，就类似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啊。但是70可$10，这个是真的有点贵啊！15美金的这个叫做裙子收了10几美金啊！2018年那个时候美金是6点几的，那么是收了10几美金的这个税，这个挺吓人的。我原来干过一次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的第一台 Mac Mini 啊，也是从国外这么我们叫海淘进来，然后海淘进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闯关。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是不包括税的。然后从日本，当时我那台机是从日本进来，然后到了海关，我们就看一路看啊，先是这个东西在日本的苹果店出店，然后走哪个物流，然后到了哪一站了，然后呢再往下是这个是什么来着？是海运还是空运？空运完了就到那个北京的那个机场然后呢你就看他说这个再往后啊，这个人家就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就直接开始走入快递了，就说明你闯关成功了如果没有走入快递，而是这个进入到这个叫海关补税仓了，你就要自己去补税去当然这个在北京还挺人性的，就是他给你送到离你收货点最近的一个海关补税仓当时我是开车过去，大概有个10几分钟的样子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说到那儿了，你去补税吧我开个车过去，然后到那儿说你这什么呀？我说是个电脑说电脑那个补200块钱吧，当时大概是3000多块钱的电脑然后补了200块钱把东西拿出来了大概也就如此了。就是往中国寄东西都是这样的。这个还有人说10个小时就爆仓，哪有这么夸张？去年年底加拿大邮政罢工33天，也没听说爆仓造成多大规模的丢失这个呢其实是几个问题就是一般罢工这件事儿呢他会先跟这个机场就是上下游先沟通好，对吧？不是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如何如何，而且很多的这个东西可能送到哪个地方就停下来了，下一单就不往你那儿去送了，对吧？这个是会有的就是它有一些安排。然后另外的话，这个你没听说丢东西，那不代表这东西就没丢对吧？肯定还是丢了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会有比较大规模的损失，而且很多这个损失是保险公司要赔的特别是一些保质期不是很长的东西，对吧？你真的压33天，这33天不算长的。我们在南非还见过更长时间的罢工，对吧？那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那大家就只能进去赔了。继续说海外仓有几个问题，建在美国给美国增加就业，货品要先存放在美国卖不出去怎么办？报关税都是成本，小的店铺应该很难生存。
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讲过了。第一个就给美国增加就业这事儿不是问题，你该给人增加就业给人增加呗。然后呢，它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最大的伤害其实不是小的店铺无法生存，它的最大伤害是商品的品类会急剧下降啊，因为呢，你必须是能够经得起折腾的人才愿意去做这件事儿。你必须是说，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货品，最后烂在仓里了，我愿意承担这个损失，只有这些品类才可以去做，其他的那些小的啊，众多的这种出单量很低的这个品类，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做美国的市场了。所以最终要承受这个损失的，应该还是美国人啊，不应该是其他人。然后还有人啊讲说这个科技单、跑水单让 USPS 雪上加霜。我去查了一下什么叫科技单啊，就是大家知道啊，像 USPS 这种东西，他们到最后送单的时候也是看那个纸的那个票。然后呢，我记得原来是有一个中国的团队在美国干过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造那个假票啊，写一大堆的假票，然后让这个 USPS 去送。然后呢 ，USPS 最后还是把这些单都给送了啊，但是那个票是他们印的假的，然后那个号也是假的，对吧？但是 USPS 这帮人就反正比较水啊，他们就把这些单都送掉了。这个等于这个去结账的时候发现结不出这些账来啊，因为你送完单你应该去结账嘛。然后这个叫科技单啊，就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去做这个假单。然后呢，这个跑水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好像也是一些中国团队干的事情，是中国人喜欢钻这种空子。他们会注册很多的账号，然后呢，去跟 USPS 去签这个月结的这种单子，然后呢，到该结款的时候就跑路，然后再去用其他的这个账号再接着跑，等于这个过程 USPS 也是把货物都送完了，然后那个快递费结不回来啊，这个 USPS 吃这种亏是吃的比较多的。好，让我们来看看。活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跑分不重要，赚钱多的也不是当时班上第一名的学霸，最快乐的也不是班上的班花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对吧？你这个是说自己快乐呀，还是说自己不快乐呀？对吧？这个实在是比较难以去揣度呀。大家喜欢买国外品牌也是被逼出来的，不论哪个国家进口品牌标准都更高、更安全。为什么刚好疫情后山姆起飞了？就是整个国产体系跟政府一起信用崩塌，逼得大家花钱去用更高标准的。其实山姆一直都挺强的，对吧？不光是疫情之后才起飞的。对 iPhone 新款不太期待了，相比而言啊，更期待 M5芯片的 MacBook Pro。iPhone，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期待不期待的，这个只要出呗，大家还是愿意去买。iPhone 应该是去年在中国整个的销量跌了可能20%多啊，这个对于提姆·库克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M1 Pro Max 芯片到底是 Pro 还是 Max？本地跑 DeepSeek 70B，还是杠杠的？这个你所谓杠杠的是你有64G 内存吧，对吧？你如果只有32G 内存的话，我是试过的，大概5秒钟、10秒钟一个 token 啊，还是能跑出来的。这重要的是什么？开心和快乐。对，我也不知道，所以就糊里糊涂的过了。其实糊里糊涂能过就行了，这个管那么多干嘛？亲戚英国旅行寄了双 Made in China 的鞋子，邮政要求补税140，淘宝同款的鞋子才几十块，一件韩国寄来的短袖，买了才100多啊，这个寄回去报税80，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啊，也是 Made in China， 好吧？这个比如说拼多多的东西送到美国去，说我这东西$5啊，这个然后到美国海关一验看，说这不行啊，这不能$5。
这个应该是$100啊，你们按照这$100的价值去给我交税去，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苹果 AI 选 DeepSeek 就好了，这个不太可能啊，这个从头就不太可能啊。一开始我也讲了，就 DeepSeek 其实没有这种服务能力。选阿里也行啊，用 DeepSeek 模型，这个阿里肯定会用自己的，不会用 DeepSeek 的。这个我当然不是班花，也不是学霸，我觉得自己还挺快乐的，这就可以了嘛。这个快乐最重要，对吧？现在 iPhone 应该是墙内国行唯一系统没有内置反诈的手机了。哎，这个我们就不研究反诈的事情了。这个国家应该像保护这个谁全家那样，把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给保护起来，这个以免遭到美国暗杀和任何不测。毕竟这事儿关乎中国国运，怎么看？你可以去看看报道，梁文峰春节是怎么回家的，对吧？那个绝对是元首级待遇，对吧？整个的这个他应该是广州啊，广东哪儿的来着？反正我忘了广东哪个城市的了，是警车开道啊，对吧？这个已经这么干了。虽然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但是人家已经这么干了啊。云上贵州了解一下，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没有这个内置反诈的这个朋友是对你的回答。豆包效果还不如 DeepSeek，特别是用来写代码。豆包呢，就日常用其实是够了啊，但是写代码确实是稍微差一些。管他选哪个，我只用 Apple Intelligence 啊，这是没问题的，用就好了。老范说的 M1 Pro Max 芯片跑 DeepSeek 相当精准，64G 内存。我一个哥们买了16G 内存的，去年就觉得性能受不了了。是的，就这个东西还是要有足够的内存才可以跑啊。被亲戚这样寄洋礼物搞过几次之后，直接喊救命，实在绷不住了，让他以后别送了。是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太惨了啊！人家给你寄个东西，你要去补税，税比这个商品还贵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那个奇怪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再往后啊，这个是我最近几条视频和直播里被骂的最惨的一条啊，这个$1280的纸杯这条啊，有人说了，说这个纸杯呢，媒体上传的啊，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消息。正规的报道呢，应该是在美国加油机和运输机上用了400个杯子，每只花了1000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呢，马斯克那边很多的数据也没有那么准确，比如说这个往哈马斯送了5000万美元的这个避孕套的事情，我看他今天也还在讲这个事儿。有人问他说，这个不是往哈马斯送的，而是往什么莫桑比克送的。对吧？还是往哪个国家去送的？就是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马斯克的回答是什么呢？马斯克的回答是，甭管往哪儿送啊，5000万美金都太多了，就不应该给他们避孕套，他们自己应该管理自己的事情，对吧？不会做更正的。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纸杯这个事情，我肯定也没有特别详细去做认证啊。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呢曲解了我录这一条视频的目的。对吧？这个我录这条视频的原因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说这个纸杯变得很贵这件事儿呢，是可以去理解的啊。我并没有说这一次的这个纸杯就一定没有贪腐，一定没有问题，而是说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方式的。然后一帮人就冲上来说啊，我就不信你怎么就疯了或者什么的，这个要仔细听听我在说什么，对吧？就是他把这些纸杯进行各种的摊销之后，对吧？它有可能会变得很贵，对吧？也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背离了他们的认知啊，然后就觉得这个不可理喻了啊。这个我觉得听我的节目呢，还是要稍微有点耐心啊，听听我到底在讲什么啊。再往后啊，还有人再去讲说这个估计这个事情。确实花钱的空间很大，小米可以花200万找原研这个字念栽吧，还是念什么设计 logo，达到花100块的在淘宝上找人设计相同的效果。那么现在既然要省钱，这个钱一定可以省下来。
我觉得呢，这块是这样啊，就是小米那个 logo 确实被人嘲笑了很久啊，就是把直角改成圆角，然后花了200万，对吧？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呢，因为讨论的久嘛，被这个很多人也是骂，觉得雷军被人坑了。我觉得得到的流量就已经把这200万挣回来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200万啊，这是一个案子的这个钱啊，那么这个可能仅仅是这个日本设计师收到的200万啊。那你说这个去做调研，选这个设计师，然后几个设计师可能都设计了，然后再加上差旅什么整个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个小米的 logo 可能就不止200万了，对吧？它可能有个300万或者什么，它会多出很多的这种摊销成本上去。就是整个这一期我讲的是，很多事情就是你的财务的这种摊销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不能说，哎，这个$1280一个杯子就觉得天塌了，对吧？然后渲染$1280一个杯子这件事儿呢，有一些收智商税的一个嫌疑啊，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以后这种惊世骇俗的这个话题呢，我们都稍微往后一点放啊。这个把这种二极管，然后这个听一耳朵就炸的这些人呢，让他们在前期都流失掉啊。这个以后这种话题我不会说在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讲了啊，以后一定会放到后边去放去。好，这个我看看啊。以后要是看哪个国内亲戚不爽，就给他$5的东西，然后填写价值100，这个你太坏了啊！你实在太坏了。上次让豆包教我学编程语言，然后他拒绝多说，让我自己去看文档。哎呀，这个豆包不擅长干这个。马斯克的技巧是先把话说出去，人们只想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是的，宣传的效果到了就赢了啊。那么现在他也确实是赢了吧？是有一种可能啊，不是肯定是对啊。我从头到尾都在说可能，说我想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可能。然后呢，我比较讨厌的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忽悠我，然后这个事儿是我讨厌的。刚才去硅基流动充了钱，去调试了一下671B，似乎已经不能写露骨内容了。可以的，你这个还是要有技巧啊。200万也是决策成本，花钱买心安啊。这个反正雷军肯定不能承认被人坑了啊，这个还出来解释了好几次。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是海力士的啊，他们的 logo 是解读文件，各个行业的应用，800页，好吧，这个有点夸张啊。这个但是我能够想象啊，就是 logo 解读文件这种东西。我有个文科生的问题，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写露骨的内容？露骨内容写起来真的这么开心吗？这个为什么随便出个大语言模型都要立即一群人扑上去，露骨露点？这个呢，其实就跟很多人上去问敏感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喜欢这个露骨内容，而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大模型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对吧？如果它的边界是在一个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地方的话，这个就有点假道学那感觉啊，就是你就不愿意跟他聊天啊。如果这个人就是各种事情都可以说两嘴的话啊，那么会更招人喜欢一点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解释你是不是能够满意。一旦当权者激起民粹啊，事情就悬了啊。那个现在就是在干这个事嘛，美国人在干嘛？我们还喜欢用 AI 来破解马赛克啊，这个那个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啊，没什么意思了。年轻人性压抑比较饥渴啊，这个也没有了。调戏模型才是乐趣，这个就是你要看看它的这个边界啊，这个还是要去探测一下的。我也不懂啊，AI 写的小故事又不好看，感觉现在的人对文学欣赏的要求低了很多啊，这个。
DeepSeek 671B 就是 DeepSeek V3写的这个小故事效果还可以啊。我以为的是露骨露点比较好赚钱啊，大家都指着它去赚钱，它肯定是能好赚钱，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如果你想拿它去写小说或者去创作一些内容的话，你也要搞清楚它的边界在哪儿，以及这些大模型对待边界的方式。你比如说像通义千问它对待这种边界的方式是，它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不能再为你回答了。对吧？然后你如果是用 Kimi， 它就直接报错，对吧？这个就是你也要搞清楚他们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好，我们继续。这个普通人如何分辨 DeepSeek 骗局在这条里头有人说了，说确实不需要看 DeepSeek 和 O3这种先输出很多，他是怎么想的真的不需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去看他的思路。同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底层思路，只不过是预输出罢了。这件事儿呢，其实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些人呢是坚决不认为 DeepSeek 和 O3这样的模型有这个推理能力的，因为呢，从大模型的这个底层工作原理来说呢，他们这些所谓的推理模型都不应该有推理能力，因为大模型的底层推理这个就是底层的逻辑是，我来推测下一个单词应该出什么，或者叫下一个 token 应该出什么，对吧？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工作的。那你要这样的方式工作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推理。那么这个是还有很多人去做实验就像这个苹果公司好像是最近刚发的论文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有一道数学题，你给这个 DeepSeek 跟 O3这样的模型，它做出来了，做完了以后呢，它在这个数学题里加东西，加了一些这种就是跟题目本身无关的这个上下文，然后这些文呢，就是其实就是说来说去就都跟这个题的这个解题过程以及解题的结果是不会有任何的关联和影响的。但是呢，他发现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以后呢，这个 DeepSeek R1和这个 ChatGPT O3这个题就做错了，对吧？就没法整了。所以呢，他就以此来判断说这个东西的推理其实是假推理这是一种论调。然后还有一种论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所谓的推理模型是一个 AI agent， 就是它有经过策划了。你得到题了以后呢，我先思考了一遍，了以后呢，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思考过程出来，然后再按照这个思考过程让这个大模型进行多次思考，然后呢，再在这个多次思考之中呢，进行结果选择，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就是先去思考一步，然后结果选择完了以后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再思考下一步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的。那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呢，它就确确实实是在推理，对吧？那么因为人推理的过程也是这样的。所以关于推理模型到底是不是在推理这件事呢，现在就是整个圈子里头争论是比较大的至于说输出的这些中间结果的话O3结果其实已经是可以看的了，DeepSeek R1的结果其实也是可以看的了，就是这些结果对我们的思考是有启发作用的至于说这到底是不是原始思考结果原始思考过程这个事儿是没法去判断的好，继续说这个，老范能不能说说华为是不是1毛钱不出，白蹭了 DeepSeek 半个月？这个华为怎么就1毛钱不出了呢？你也得出服务器，你也得部署，也得做兼容性调试，然后还要去找人合作，然后再去推出，它就是这样的。而且 DeepSeek 本身它就是一个开源的，它是允许你去部署这个东西，你并没有违反任何的协议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而且华为是老老实实在给人提供 DeepSeek 的服务，你现在用那个硅基流动上的这个DeepSeek，然后这个它就是华为云给部署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所以呢，我并不觉得华为在这个上做的有什么问题老范的节目又有新素材了，今年的大戏是张兰、汪小菲、具俊晗、小 S 妈争夺孩子抚养权和巨额遗产，最终结局会如何？老范怎么看？这些人我都
没兴趣。大 S 小 S 谁是谁我也不知道，对吧？那这个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对吧？这里头可能唯一我有一点印象的是张兰啊，因为张兰不停地在那儿开直播去卖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商品，对吧？这个我可能还稍微知道一些，然后其他的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我也不会关注这个事情。赚钱没啥戏，ChatGPT 出来时没赚到钱，DeepSeek 大概率也赚不到钱啊。这个 ChatGPT 有人用它赚到钱了，对吧 ？DeepSeek 也有人用它赚到钱了，这个 ChatGPT 自己赚不赚钱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不重要。没什么结果了，都离婚了啊，这个没兴趣这事儿就是。这里读屏以后频道名取成饭桶比较好。这个老范统治性回答问题，对啊，话语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说怎么说，对吧？这个而且大 S 应该是有信托的，所以张兰这个坏女人真的是坏透了啊！鉴定完毕，张兰到底说什么了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对于就是这种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一般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现在是结构匹配啊，是什么意思？360才是1毛钱没出，硬蹭了半个月啊。360呢是自己把这个东西部署上去以后，在自己的产品叫什么纳米搜索上用了啊，而且是真的是生蹭。听说三星用了质朴的模型，这不是抢华为爱国饭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三星在国内卖的到底怎么样就不了解了。老范还是关注一下争遗产啊，毕竟这事儿有流量，没兴趣。这个我虽然喜欢蹭流量，但还是要找自己有兴趣的事儿去聊啊。找模型的底线是很大的乐子，应该是对这个跟模型玩耍还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摘要视频内容包括对马斯克与什么系统的讨论，这个美国政治、全球物流新政，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这么老长我就不念了啊。好，继续啊，这个苹果为什么没有被反垄断调查这一条？有人说了，说苹果税只有30%，安卓税有50%，给安卓做应用当然不赚钱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真的不是这样的。在安卓做应用不赚钱的原因，并不是这个硬核联盟抽了50%的税，而是呢，安卓在中国市场上，它没有谷歌这样来去统一维护的市场，啊，你在这个里边挣到的钱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些，因为有太多作弊的人啊，太多偷漏你这个收入的人，啊，那么这块呢就比较难挣到钱。啊，国际上的话，这个谷歌税其实也是30%，但是呢，使用安卓手机的人呢，通常都比较穷，啊，这个不是说谁用安卓手机谁就穷啊，而是这个，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就是统计结果啊，就是安卓上的这个广告费也便宜啊，然后呢，支付的这个比例、支付的金额都比较少。三星一开始是不是也和百度合作的？不了解啊，对三星的事儿就真的没了解。AI 总结啊，这个老范今天的直播内容啊，这个没问题，可以去。DeepSeek 可以出一个 DS ASIC 芯片卖大钱。这个其实所谓的 ASIC 芯片这个事儿啊，没有谁卖这个东西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ASIC 芯片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用。啊，因为你把这东西设计完了以后，你想去卖的话，各种兼容性的事情你是搞不定的，所以这种 ASIC 芯片都是云计算厂商自己设计的。你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 TPU 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ASIC，对吧？然后像这个 Groq 啊 GROQ，他们家做的 LPU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ASIC，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想把它卖给别人还是挺费劲的，就是自己做着自己用就完了。DeepSeek 升级了怎么办？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 DeepSeek 自己升级了啊，它就是还会在原来的这些
这个推理平台上去推理啊，这个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你不能说我升级了以后在推理平台上跑不起来了，这事儿是不行的，对吧？你只要推理平台能跑起来，那么原来比如说谷歌呀、微软呀，然后这个亚马逊啊，亚马逊也是做的 ASIC 啊，谷歌也是做的 ASIC，微软做的是 NPU，对吧？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讲过这个话题，对吧？那么他们只要是跟这些推理平台啊，就是比如 PyTorch 啊、TensorFlow 啊这些平台做好兼容就可以了。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说以后 DeepSeek 是不是可以参与到 ASIC 的设计过程中去啊？有可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他自己设计一个出来就可以去大卖了啊，这个没有人去大卖这个东西啊。李飞飞那个算是 DeepSeek 的迷你版嘛？其实它跟 DeepSeek 蒸馏模型的原理是一致的啊。ChatGPT 给我解冻之后，用了没一个星期又给 PUB 了，我估计是你的梯子有问题啊。然后上谷歌 AI Studio 发现也把我屏蔽了，如出一辙。哎，这个你像我这儿都用的好好的，但是我原来是可以用 XAI 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是做了一些屏蔽，这个很奇怪。用安卓不一定是穷啊，但是支付意愿低是真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表述不准确啊，不是说所有用安卓的人都穷，而是呢，这个所有的安卓手机搁在一起的平均水平比较穷。这个好久不见，卡尔加厨今天在吗？在上面还在说话呢。所谓 AI 教母李飞飞啊，真那么神吗？这个我觉得，不用神化任何人啊。挑逗果粉和卓粉攻击也是流量大法，一般没什么好挑逗的。李飞飞水平应该很高，但 AI 教母是自媒体这个高流量吹上去的，这个我觉得倒无所谓了，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再往后啊，DeepSeek 是不是国运级创新？如果能成为开源 AI 的标准基座，形成安卓级别的开源生态系统，那就真的是国运了啊！甚至可能对美国的闭源厂商形成挤压之势。现在呢，肯定对于美国的闭源厂商是有很大压力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还正好做了一期节目，还没上传呢啊，等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去上传。就是 DeepSeek 之后啊，全世界的 AI 投资都在发生井喷，对吧？原来2023年、2024年也有，但是真的没有今年这么狠。等于到2月份，就是所有人都在说我们要去融资了啊！这个，因为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现冬天快来了啊，然后需要在冬天来之前储备过冬粮的时候，就所有人都会疯狂的去冲一把。然后呢，我今天录了一个节目，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用投资人的这个，就是曾经做过投资人的这个经验，给大家破解一下这些投资案例里头的这个一鳞半爪的这些黑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等明天早上大家看吧。会员的话可能这个直播以后1个小时看啊，然后非会员的话就明天早上看。至于说能不能形成安卓的生态的话，有难度啊，因为安卓生态其实还是很复杂的，而大模型的生态的话，呃，没有那么强的这个粘性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独的大模型，你别人只要超过你的话，这种粘性是比较差的。还有人说了，是哪个好用用哪个，哪个能用用哪个，反正一直有产品用就好行了。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程序员思路啊，就是我们这些人使用任何大模型都是没有忠诚度的啊，哪个好用用哪个啊，也就如此了。所以呢，对于 DeepSeek 这样的东西来说，它现在是最好用的一个，那大家都要去用，对吧？那么以后有更好用的了，那我们就再换啊，也就如此了。好，这
这个我问 ChatGPT 一首很冷门歌曲的歌词一直乱回复，然后问 DeepSeek 也是如此，然后我纠正 ChatGPT 这首歌的歌词，然后问他，他也告诉我正确的了，再回头问 DeepSeek 也提供了正确歌词，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其实这件事儿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甭管你是问 ChatGPT 还是问 DeepSeek。你首先要告诉我一件事儿，你是联网问的还是没有联网问，对吧？如果你联网问的话，他就先去搜索，搜索完了以后，根据搜索结果再回答你，通常都是正确的，对吧？如果你没有联网问的话，它就是使用模型内部的数据去给你回答，然后你如果纠正过它一次，纠正过以后的话，它确实能够在这个聊天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在聊天的这个 session 里面，它会记住。但是呢，你把这个聊天的话题关掉了以后，重新再开一个话题出来，他又忘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李飞飞76年北京人，清华，他没有清华毕业啊，他应该是16岁就去美国了，啊，一个年龄段啊，他应该比我年轻些。我猜测 OpenAI 将来也可能也搞几个开源模型和其他闭源模型配合。其实现在呢，DeepSeek 这个事情正好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由开源模型跟闭源模型配合这条路啊走不通，对吧？其实为什么会有开源模型这种东西？对于像谷歌呀、微软呀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是为了在客户端上用，对吧？就是你需要在这个电脑上啊，或者在这个手机上要用，所以他们会去训练这种特别小规模的这种开源模型啊，你就可以直接去部署了。但是呢，这些小规模的开源模型的效果实在是差。像我最早开始用 Ollama 在本机去部署模型，到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因为我现在发现30几 B 的模型基本上是没法跑的，特别特别难用。然后你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可接受的结果，还是扔到网上直接使 GPT 使这个 Cloud 使这个 DeepSeek 满血就完事儿了，对吧？你没必要去用这个30几 B 的这些模型啊，没有任何意义。说到冬天来了啊，拉饭认为啊，只是 AI 了，只是 AI 啊，老范认为只是 AI 嘛，尤其大统领各种折腾。不过昨天鲍威尔表达美丽国还是挺稳的。这个现在 AI 其实是所有行业里头唯一的一个还有点看头的东西啊。如果 AI 趴了的话，那就都趴了啊。京东为什么开始做外卖了？京东其实一直都在做呀，这个抖音也在做呀，大家都在做，因为这块挣钱啊。抖音是做了几次没做起来啊？这个抖音现在在跟饿了么一块合作做外卖，还在做。然后京东的话，因为它派送能力是很强的，京东的派送能力应该是国内最强的，对吧？那他总要去试试嘛。搞 AI 真正起，离 AI 真正起来还差一场泡沫，这个不能这么讲。我最近看了一下那个山姆奥特曼最新讲的这个话啊，就是写了一个2000字的文章吧，讲了一下他的几点观点。那个我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看看明天有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吧。这个就是 AI 未来会怎么样？虽然他是个大忽悠啊，但是这一次他讲的东西我还是蛮认可的。我问 ChatGPT 今晚大乐透开奖号码，他说数据正在收集中啊，挺开心的吧？就是你不联网这事儿是没有意义的啊。DeepSeek 的回答说让我关注体彩官网数据啊，也可以。众安保险不了解啊，这个事情不知道。他给你数字你会买吗？对啊，还有一帮人说那个靠 DeepSeek 炒股，对吧？问他哪只股票涨，然后回去买去。那你赚了，你给人分钱吧；赔了他赔你不？这不是扯吗？这个。这个我看半仙算卦说是明年下半年 AI 泡沫才会破灭。这个半仙算卦跟 AI 给你的答案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啊。李飞飞的 AI 是学霸在逆袭，就你这个也算突破。那我玩个给你看看啊，这个也行吧。嗯。
ChatGPT 检测到这个梯子 AI Studio 检测到来自大陆啊，我就觉得神奇了，步调太一致了。没有啊，你像我一直都在用啊，ChatGPT 用的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京东前2年收购了达达啊，但是达达对是收购了达达，然后呢，包括山姆、极速达都是让京东在怂市的。关注万斯的 AI 峰会讲话了吗？还没有啊，好多人说的特别好，我准备明天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然后再跟大家去谈感受。终于找到绕过审核的方法了，必须调用 API。对呀，你必须要调用 API，你直接用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呀。不能直接在网站上试这个，你直接在网站上试，你这不是坑人吗？你如果真给你回答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你举报了怎么办？对吧？这事儿是不行的。有人提比亚迪那个新车吗？没有啊，这个比亚迪又出什么新车了？不关注这事儿。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法国 AI 是不是可以上桌这条啊？这个是今天上午的这个视频。有人说了，说欧洲应该去细分市场卷应用，而不是搞大模型。整个互联网时代，欧洲也没有养出一家互联网巨头来。但是像Spotify、Booking 这样的某个品类的应用做的还是真不错的。Spotify 是一个欧洲公司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其实好像现在大量的人员也是在美国的。然后 Booking 的话，它的母公司好像叫 Booking Holder。然后是在美国，这是个美国公司，但是呢，它这个 Booking 网站是一个欧洲的分公司在做啊。但是怎么说呢？互联网时代其实还是要靠超级 APP，要靠这个流量的横向拓展。那么你如果做一个专项的这个应用来说的话，它有可能小而美，但是最终还是会被别人急死。就跟刚才咱们讲这个京东为什么要去做外卖似的。我都有流量了，我都有这个能力了，那我不赚白不赚，对吧？我一定要上去踩你一脚，万一我踩成功了呢？包括像抖音，抖音做外卖失败不是一回了，3、4回了，对吧？但是流量在我手里头，我这次失败了，过2天我再做一次，再过2天再做一次，我折腾死你。等哪天我真的把流量做起来以后，那这个可能你就这个其他的就像京东像美团这种就一点办法没有，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在互联网时代里头，包括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像欧洲这么个玩法是玩不起来的。继续啊，就 DeepSeek 用的人多，所以慢；LeChat 用的人少就快。那 ChatGPT 用的人多不多？为什么不慢？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呢，其实说的确实是这个我的一个逻辑漏洞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 ChatGPT 呢，它后边有足够多的算力啊。你比如有微软云啊，然后呢，他自己也是买了足够多的这个微软云的这个代金券啊，也不叫买的吧，就是他等于拿股份换了一大堆的微软云代金券，所以呢是可以去工作的。而且 ChatGPT 这个东西，就是当每一次出新功能的时候，它也会崩的，对吧？ChatGPT 人多的时候也慢，这个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你原来有多少算力啊。然后呢，LeChat 的这个算力应该是比 DeepSeek 要还要再丰富一些吧。是吧？因为毕竟后边也是微软投资的嘛，就是他手里也有代金券，只是比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代金券要少一些，对吧？那跑得飞快，是吧？用的人呢确实没有那么多了，或者说没有超出它的这个预期的范围吧。但是 DeepSeek 呢，这么慢啊，就是它自己的算力不够啊，这个我觉得算解释明白了。还有人说啊，问了 GPT 和 DeepSeek，目前互联网上有中国行我也行这个流行的说法吗？都说并没有，要从老范这里流行了吗？这个就属于是没有学会怎么跟 GPT 跟 DeepSeek 去聊天啊。你说完这个以后呢，我就马上到 GPT 上去问了一下，联网问啊，挂上搜索问，他就说确实是有这个流行语的，然后是什么什么意思，想得很好。所以呢，你们每次去问 GPT 去问 DeepSeek，然后还不联网，还认为这就是对的，这个就让我觉得很难以接受了，对吧？就很多人说，哎呀，老范你这个功课没做好，ChatGPT 也好，DeepSeek 也好，这功课做好了吗？人家都是比如说2023年
某个时间点就直接把这个数据就截止了的这种大模型，对吧？你不联网，你就问他你干嘛呀，对吧？跟自己找不痛快嘛，这不就是啊？这个继续啊，然后是有一条特别长的啊，在这里呢，跟这个卡尔加厨提一个意见啊，就是你写这种东西不要写那么长，稍微简洁一点，要不然念起来费劲。像我一般都是想要念你一条截屏呢，都读屏都得这个在你更长的这个读屏里摘一段出来念啊。这个他讲的是这样啊，封闭市场、人才优势、单一市场这几个大国优势其实未必是优势，往往只是大国特色，甚至可以是短板。封闭市场未必这么有效。举个例子，拿 ERP 市场来看，全球的领头羊德国的 SAP 每年营收是300亿美金的样子啊，这个净利润60亿。大国的领头羊是南金蝶、北用友啊，金蝶也是10亿美元的样子，而且还年年亏本，用友在10亿美元的样子，某个季度减少亏损就算利好消息。现在又要搞 AI 了吧？啊，这个金蝶用友缺钱哈，他们的产品技术上不去，那么大国大量的信创使用金蝶用友的企业管理水平同样也很难上去。这个后边我就不念了啊，实在太长了。这件事儿呢是这样，ERP 这个东西确实不行啊，这个确实还是老外厉害。但是呢，你想想为什么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ERP 我们搞不定啊？互联网我们就行，移动互联网我们也行。原因很简单，ERP 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卖的，对吧？你是需要找人去签单的。那么签单的这个情况，一旦有人形成绝对领先优势以后的话，你就很难再把这个事儿掰回来，对吧？大家会愿意去由少数人决定，ERP 的销售是少数人决定的，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个东西呢，玩的叫流量。对吧？我只要找到广告商，比如谷歌，比如 Facebook，我愿意花钱，我愿意买流量，剩下的事情呢，就可以看每一个人的转化率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国人行，对吧？然后在这个用友金蝶这些，它就不行，因为一方面它是这个10亿美金的收入，然后中国你想做生意又那么费劲，然后还各种的不给钱。这个像我原来是去过用友，因为我以前在波兰的时候给用友做过培训。巨老大个的一个园区，然后离北京特别远，就是你从中关村再打车，他们在颐和园的再西北的地方，从中关村打车过去大概都得上百，就是巨远巨远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他们那儿每次下班的时候都是开可能几十个班车，然后拿班车把人送到那个北京的各个地方去。这种地方它确实挺难盈利的啊，而且呢，就是这种 to B 服务在中国都做得很惨。但是 to C 服务在中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呢，在最早一批的这个，比如说机械，对吧？这块肯定你现在想追美国、追欧洲，你都追不上，甚至美国现在你想去追欧洲都未必追得上。然后呢，到电子这一块呢，可能我们现在追日本啊，包括追台湾，可能都有点费劲啊，但是已经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了，最底层的搞不定。然后软件呢，这一块为什么追不上？因为第一个，人家很多软件也是攒了很长时间了，而且这个软件就是从大型工程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这个咱要承认。但是呢，从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这块来说，这个我们绝对是靠封闭市场、人才优势和统一市场或者单一市场这个事情把这事儿搞定了。然后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绝对是可以搞得定这件事情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需要靠这个市场把这个钱挣出来，挣完了以后呢，厮杀够了以后，然后再出去大杀四方去啊。这个就为什么我说这条还值得稍微讨论一下。这个就是你比如中国，你像中国的 AI 公司，甭管是 Kimi 也好，还是这个豆包啊、通义千问、文心一言，还是这个浑源或者是 DeepSeek 也好，都是中国人在做，对吧？那是10亿人里头或者14亿人里头筛选出来的精英在给他们干活。而法国的 Mistral 这样的一个公司，也只有法国人在给他干，其他欧洲人都不给他干，对吧？他也没说这个 Mistral 里头有哪些人是德国人，是意大利人，
是这个芬兰人或者什么地方人也没有，对吧？他就是一帮的这个叫做法国人在那折腾。那6600万人口的法国，你就算是他成才的比例再高，你能凑出几根钉子来啊？这个事儿他搞不定的。这个再往后啊，说这个老范应该去欧洲大企业走走，了解了解欧洲 AI 实际应用的情况。有人给我提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如果你希望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企业里面去看看他们 AI 使用的现状，那么这件事情就已经失败了。对吧？AI 一定是在新生企业里头，在新的应用场景里边应用的现状，这个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任何国家，包括像日本，其实上他们，我去讲 SB OpenAI Japan 那期里头讲过，他一旦说我们要去关注大企业如何使用 AI，他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对吧？如果欧洲还是在想说我们这些大企业到底怎么把 AI 用起来，那他也完蛋了，对吧？这个事情一定是要有新的场景，新的这个公司产生。好啊，让我来看看这块啊，还有什么评论。今天跟老范共情一下，这段时间一直和人解释中国的仿制药不差，3分钱的可以生产出俄国的阿司匹林，突然就理解老范对 DeepSeek 的感情了。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但是仿制药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我是不敢苟同啊。但是你说到底行不行这个事儿，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证据，对吧？这个我原来讲过什么呢？就是药这个东西，其实最主要靠的是安慰剂作用。你一旦大家不信了的话，那么你这个东西到底做的好不好，其实就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了。听万斯讲话，AI 竞赛似乎已经是民主 AI 在对抗独裁 AI 了。这个好吧，那我回头去听一听。ChatGPT 可能会还会检测美国机房 IP，这个其实没有，因为我现在用 ChatGPT 用的没有任何的阻碍，可开心了。这个科技也有意识形态嘛，这个我觉得是他自己有意识形态啊。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去年营收同比增长了27%，但利润同比暴跌接近45%。刚看的我的联合早报的报道，对啊，中芯国际呢就特别逗，他们呢说你为什么利润少了？他说因为我们做了某一些特殊的芯片，良品率实在太低，但是又不得不做，所以导致利润下降。但是呢，又不能说做了什么，对吧？实际上就是华为的一堆芯片是他做的嘛，但是他又不承认。科技肯定有意识形态，不然这个我们就不研究梯子的问题了啊。万斯演讲恢宏大气，不说观点，你是否认同？你是否同意？马克龙之前邀请他发言，他说可以，不过我的观点同你们不一样啊。这个等我听完了再看吧。但是英文演讲我这个可能水平差一点，我可能去找一个演讲稿去翻个中文来看看。这个利润降低可能是7纳米多重曝光良率实在没法提升上去，对，是这样的。这个，但是他又不能说他给谁造了7纳米。Chat 硬件肯定强过 DeepSeek，比如云端数据存储等等啊。这个微软云还是真的花了钱的啊。有没有考察北邮的食堂吃的怎么样？没有，没吃过啊。这个像我儿子这个北科的食堂我也没去吃过。希望老范讲讲 DeepSeek 下棋骗 ChatGPT 这件事儿。这个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儿啊，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 DeepSeek 告诉 ChatGPT 说规则改了，然后 ChatGPT 就认输了。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参考性啊，没有什么参考性。
你能摘一段读就不错了，我那是学习你的视频做笔记，所以比较长。哎呀，这个你这样讲让我这个压力很大啊。在永丰啊，不算很远，我觉得真的挺远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班是在波兰的是在那个哪儿呢？就是外交部那个地方啊，然后打个车去，就今天一天就啥也甭干了，就是当时是去在波兰的，然后给他们做培训。ERP 国内市场还不够大，竞争不够丰富。其实，在国内，我觉得以后，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挺讨厌使用 ERP 的。这个，像我们原来公司后来就是到最后也没有用 ERP。金蝶用友不行，是国企不爱花钱，连几十万的钉钉部署费用都不愿意支付，SAP 之类的部署一套几千万都乐意，但是愿意掏 SAP 这个钱都是老外嘛。这个国内我估计愿意掏他们的钱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国内的这些公司虽然在封闭市场还能起来，关键是市场够大，对，而且有充分竞争，对，它就是这样的。这个 OpenAI 里面含华率，也是很高的啊，这个就不了解了。现在 ERP 也是互联网，很多都是云上啊，这么说，封闭市场、开源软件、单一市场这种法宝其实也未必灵光啊，这个还真不是。你比如说吧，现在这种企业软件吧，我们不说 ERP 软件，企业软件，现在飞书也在四处打呀，对吧？它叫 Luck 啊，Luck，日本地区的那个啊，应该也是一位负责人吧，也是我们一个这个付费会员，也是我频道的会员，对吧？他也在很努力的在日本在推这个东西，然后在新加坡，在各个国家去推这个 Luck 啊，那个东西挺好使的。中国财务软件说税务规则这些老是变，后期实施成本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还是中国的这个，财务软件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你到每一个企业去部署的时候，都有一大堆的要求，你给人改，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大企业数字化都不伦不类，AI 化妥妥完蛋，AI 化肯定是从小公司开始，灵活自由，流程短，变革才容易发生。是的，而且最后这些小公司要把这些大公司干掉。说欧洲人不给法国人干活是没查过 AI，法国 AI 公司里边当然有很多欧洲各国的人才，就像杭州 AI 公司里头也有各省的人才。这个，至少我看到的啊，就查了 AI 的啊，就是 Mistral 里边的这个核心团队啊，包括他们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法国人。像我原来是在法国收购过公司的啊，就是他们公司里头，有法国人，有英国人啊，但是在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了啊。这个，而且那个公司是法国、英国啊，就是伦敦有办公室，然后在三藩有办公室。肯定会检查 IP，亚马逊之类的代理商 IP 不能用 ChatGPT 啊，我倒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汉森演讲油管上当然有中文字幕版啊，有视频更加好看啊，回头我去找一找。SAP 似乎是上市企业的标配，必须要上。这个是在美国，其实也没有，你像我们以前也是美国上市公司，也没上过这东西。这个猎豹是美国上市公司，盛大也是美国上市公司，都没听说上这东西。这个没听说过这东西。国内很多大公司都是 SAP 和甲骨文 ERP 啊。对，甲骨文好像你上次说甲骨文 ERP 是自己做的，不是买的。甲骨文好像是买了一个叫 PeopleSoft 的一个公司，我记得是。但是那个公司到底是不是做 ERP 的，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啊，等我现在去查一手啊。这个我记得甲骨文是买了一个公司的，
这个，等我把搜索 Oracle 收购过 ERP 公司嘛？好像是叫 PeopleSoft 还是不对，PeopleSoft 是那个它算 ERP，但是对 PeopleSoft 对是2004年 Oracle 收购 PeopleSoft 是一家主要提供企业资源规划 ERP 软件的公司，收购价值是107亿美金，对吧？此外，还收购过其他的一些 ERP 相关的公司，比如说 Siebel Systems 啊，主要是 CRM 软件，然后呢，还有叫 Hyperion 什么 Solutions 啊，这个叫做提供商业智能软件啊 BI 的，这些收购帮助 Oracle 扩展了其企业软件和服务领域的市场份额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上一次直播结束的时候，这个卡尔加楚讲的这个事儿，说 Oracle 那个 ERP 软件是自己做的。中芯国际上市公司做赔本买卖是被迫的吗？听股东的还是听那谁的？这个就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他的股东如果觉得说，哎，你既然如果能够突破的话，能够突破7纳米，如果过一段时间可以把它这个良品率提上来，那就做呗，对吧？这个也是值得去尝试的，对吧？这股东也有可能做这种决定。股东不就是大基金嘛？这个想的太不全面了啊！股东有很多种，中国企业都听北京的，你敢反对？中国企业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想法。外行说规则要改，难道外国企业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SAP、甲骨文要去世界各国卖，难道都有重新开发？他们应该有部署实施，就是他那个部署实施的过程，其实成本也挺高的。对中国仿制药的信任度和我对 DeepSeek 的信任度是一样的，不同领域的认知差距。对于在行业中工作30年的人，对于行业认知和理解跟外行是没法达成的，好吧？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对于仿制药这个事儿，我是能不吃还是不吃啊？这些是生产型企业要上的，科技公司应该是不上这些东西的。ERP 科技公司按道理说也应该上，就是我记得特别逗，当时是2013年的可能是9、10月份，然后呢，安永公司啊，就是安永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上那个猎豹移动去驻场，当时还不叫猎豹移动啊，当时是叫金山网络。猎豹移动是上市那一天改的名字，就是为了上市专门改了个名字叫猎豹移动。然后呢，这个安永入场了以后就说：“你们 ERP 系统的拿来，我要去查账啊，我要给你们去做这个上市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辅导啊什么这些东西。”说我们没有，说那你们账怎么记的？说我们账都用 Excel 记的。然后当时安永就疯了，说这样也能上市吗？但是这个硬骨头他们还是啃下来了啊。这个我记得是2013年的，可能应该是下半年入场的，然后到2014年的，应该是2014年应该是5月份还是几月份上的市啊？这个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当时我还是去过的，好像5月8号还是5月几号去上的市。ChatGPT 用 AWS IP 啊，不行啊，这个Azure 就可以了。这个还有这样的事情，好吧？PeopleSoft 是人力资源管理 HR，现在也在卖，但是 Oracle 自己也有自己的 HR 啊，是 PeopleSoft，我是感觉像是就是叫这个名字应该是像 HR 的软件，但是我刚才是在 ChatGPT 联网搜索得出的啊，就是 PeopleSoft 是这个一个 ERP，可能也算 ERP 的一部分吧，或者 PeopleSoft 可能在收购的时候也是有完整 ERP 的，也有可能。这么点人啊，300人才4个点赞吗？应该不会，我觉得你刷新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点赞数应该还是有一些的。等我把这个关掉。
我们现在有38个赞啊，这个虽然少一点，但是也行吧。什么时候讲哪吒啊？等那个好久了。哎呀，这个哪吒需要一点这个时间啊，就是我需要好好的回味一下，然后再来给大家讲。哪吒还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记忆力强，PeopleSoft 都记得，就是我就记得它有一个这样，因为我原来等于以前我们跟它竞争，就是原来在做 Bolin 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卖好多软件是跟他们竞争，也有一些合作啊，所以就在这块儿还是有一点印象的。我查过 Adobe 的企业服务部署费用几百万啊，全套1000多万，每年服务费几百万，是这个东西都挺贵的。就是原来国内也有一些人用他们的，但是后来好像就不知道，好像都国产替代了。这个某维说成本上升，因为芯片良率低。现在中芯也是同样的故事，难道两家分享成本？哎呀，这个大家都是叫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怎么办呢？30年啊，中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才几年？这个以前一台液相就能造出一套资料来，这个就这个我觉得啊，中国仿制药你说有没有好的？咱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呢，中国仿制药里头这个差的或者说有问题的，肯定我不相信它没有。仿制药看科兴啊，现在什么样了啊？这个咱们就别折腾这事儿了。怎么才10几个啊？这是30多个啊！我这儿看的数是准的。这个用 Excel 记账的上市公司，所以很容易做假账啊。这种事儿你明白了就不要说出来嘛，对吧？而且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做假账，是有很多其他的目的的啊。这个比如说隐藏一些别的东西啊。昨天陪老婆看了哪吒啊，这个有没有看出眼泪来？现在全线国产替代自研加外包，实际上好多都是外包的啊，费用低的可怜。是的，这个外包的简直快盘剥死了，麻烦了。老范相信 AI 说 PeopleSoft 是 ERP，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是 ChatGPT 加搜索啊，这两个东西一起拿出来的，然后他说 PeopleSoft 是 ERP 这个可能算是 ERP 的一部分吧。这个我听说一家国企搞自研，一年预算不到100万，做了个鸡毛 IM 都不止。这个我觉得做自研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现在做这个办公软件，使用飞书，对吧？使用钉钉就挺好的。好啊，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现在 Oracle 主攻的一个市场是药品临床实验管理，很大的市场啊，很多的 AI。这个其实是挺有价值的一个市场。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药品临床试验是在中国做的啊，当然原来是有很多，后来是禁止出口了，这个数据就不知道了。哎呀，老范对 DeepSeek 对青年就业怎么看？看样子很多企业要砍人。哎呀，说到这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忧伤的故事吧。这个我儿子呢，这个原来有一项小收入啊，他英文很好，就是有时候会帮人改论文啊。这个就是我太太去接活然后他们两个去改，然后俩人来分钱。然后在这几天突然得到消息，就是年后得到消息说我们用 DeepSeek 来去进行这个论文摘要修改了，不用你们了，对吧？然后这个我儿子说，这大学还没毕业呢，就已经被 DeepSeek 干掉了一份收入了。啊，这个明年要省些钱了啊，因为我儿子已经上了1学期了嘛，就是基本上是在花他自己挣的钱，就是没有找家里要钱。啊，这个还是让我觉得挺棒的。啊，但是呢，这个收入没了，明年再多给他一些钱吧。这个哪吒就是小孩看热闹，大人看情感，定位非常精准啊，就是瞄准春节这个市场。我觉得哪吒这个片子还是导演想表达一些东西，而且他表达的这些东西呢，都
很好的引起了共鸣吧，也就只能这么讲。还没聊吃的，哎呀，这个别聊吃的了，差不多可以了。等我这个直播结束了，然后去那个，去给大家上传视频啊。果然仿制药是那个引战话题，小朋友你是先知道为啥要做一致性评价？群里有很多美国的网友，你问他们去看病的时候，能不能开出原研药啊？这个美国有原研药这种东西吗？有仿制药这种东西吗？不知道啊。AI 理论上应该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可惜现在市场太降本增效了吧，只能说没事啊。老范聊 DeepSeek，把钱赚回来。是的，我是这么搞的。药品临床实验无论在哪里做，用 Excel 管理数据，大概率是拿不到美国 FDA 认证的啊。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就是美国 FDA 认证，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数据，我给你造什么样的数据，对吧？我们到最后用 Excel 的公司不也是在纳斯达克上，还不是纳斯达克，是在纽交所不也上市了吗？对吧？这个很多人说你不上这个 ERP 系统你就上不了市，我不也上市了吗？对吧？这个，所以中国人总是有办法的啊。美国90%都是仿制药，原来一般都是中国供应的，意外不意外啊？是吗？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个让我完全没想到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做元宵节家宴，哎，你这个手艺真的是羡慕，主要是廉价药效不够啊，这个，哎，这还是真的神奇啊，50%原料是中国供应，哎，谁对芬太尼这个东西明白？我就一直没搞明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川普为了这个事儿跟中国搞成这样，到底啥是芬太尼啊？这个中国好像就没听说过有人芬太尼上瘾这个事情，在国内完全无感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就是川普说我一芬太尼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中国为啥没有呢？从来没听说过谁芬太尼上瘾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事儿，我也没听说谁开药开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就好奇怪啊。那怎么就中国生产的东西就运到美国，就让他们就整成这样了呢？而且中国不是一直都是禁毒禁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吗？关税战就是美国想不开想工作了，这个芬太尼就是个借口，好吧？芬太尼是一种止痛药啊，美国进口去贩毒，经过简单几步就可以合成可卡因啊，这个生产出毒品了，是吗？原料药和制剂是一回事吗？这个麻醉科常用药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国内我没听说过这个事情，所以中国人就觉得这事好奇怪，说美国人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东西来制裁我们，到底是啥东西啊？这个就好奇怪。好啊，这今天到这里了啊，已经这个1个小时50分钟了，不能再聊下去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在这个结束之前，让我先把魔方复原了，再来一次。搞定啊，魔方复原成功。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咱们下周3读评再见。